各位朋友，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很多人晚年都绕不开的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年轻时父母为子女掏心掏肺，老了却活得小心翼翼，看子女脸色过日子，连句暖心话都听不到。我见过的家庭太多了，现在很多家庭矛盾根子都在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上。老祖宗讲养儿防老，这话没错，但很多人只记住了老字，却忘了教字。孝顺从来不是天生，是一天天的习惯养出来的。心寒也不是突然的，是一点点的冷漠长出来的。别总觉得我的孩子肯定孝顺，习惯这东西藏在日常的一言一行里，早早就埋下了不孝的伏笔。觉得我说的在理的，麻烦点个赞，评论区留下知恩懂孝，福满家门。咱们一起警醒自己，也帮更多人提个醒。咱们今天就掏心窝子说，子女身上这3种习惯，只要占了1样，晚年多半要寒心；占了2样，基本难有安稳；3样全占，那就要早做打算，别等老了无依无靠才后悔。第一种习惯，把父母的付出当理所当然，心里半分感恩都没有。我常说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，子女对父母的孝是良心。可现在很多子女，良心这根弦早就松了，他们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慢慢就觉得父母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根本不需要感恩，更不需要回报。咱们身边这样的例子一抓一大把。我认识一位老兄长，年轻时候在工厂干活，起早贪黑，省吃俭用，把最好的都留给儿子。儿子结婚，他掏出一辈子积蓄给儿子买房付首付。孙子出生，老2口主动搬过去当免费保姆，买菜做饭洗衣服带孙子，从早忙到晚，连个休息日都没有。这位老兄长跟我说，他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，买菜要挑最新鲜的，做饭要按儿子儿媳的口味来，带孙子要小心翼翼，生怕磕着碰着。可就算这样，儿子从来没说过一句爸你辛苦了，儿媳也只是在需要帮忙的时候才笑着说话，平时连个好脸色都难得。有一次，老兄长的老伴腰疼得直不起来，没法去儿子家带孙子，打电话让儿子过来接一下，或者自己打车过去。你猜儿子怎么说？他说，你就不能忍忍吗？我这边正开会呢，忙得很，你打车过来，我给你报销。老2口听了这话，心里像扎了一根刺，可还是忍着痛打车去了儿子家。到了之后，儿子连一句问候都没有，只冷冰冰说，明天我妈休息，你就别来了。从那天起，儿子真的就没再叫过老2口过去。后来老伴生病住院，儿子总共就来了2次，每次做不到半小时，就说工作忙，孩子没人带，急匆匆就走了。同病房的病友问起儿子，老伴只能强笑着说他忙，没事。可那笑容里的苦，谁都看得出来。还有一位阿姨，比这位老兄长的情况更让人心寒。阿姨一辈子没工作，在家相夫教子，女儿从小被她宠得没边，从小到大衣服要名牌，零食要进口，上学的费用，工作的人脉全靠阿姨和老伴托关系砸钱。女儿结婚，阿姨把自己唯一的金镯子攒了10年的私房钱全给了女儿当嫁妆，想着女儿过得好，自己就放心了。可女儿婚后每次回娘家都是空手来，走还要大包小包往家搬，米面油鸡蛋蔬菜，连阿姨腌的咸菜晒的干菜都要拿走。阿姨有时候说一句，你也给妈妈买点东西啊。女儿立刻拉下脸，妈，你养我这么大，给我点东西不是应该的吗？你那些东西放着也是放着，
我拿回去用怎么了？阿姨后来跟我哭着说，我养她30多年，掏心掏肺，最后在她眼里我就是个免费仓库，是个提款机，半分恩情都没有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典型的理所当然。父母的付出在他们眼里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自然，不值得半点感谢。你拖着老寒腿去买菜，他嫌你买的菜不新鲜；你顶着老花眼带孙子，他嫌你教育方法落后；你偷偷塞给他零花钱，他嫌你给的少，不如别人家父母大方。我常说，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懂得感恩，他的心就是冷的。你再怎么捂也捂不热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理所当然会传染，会让子女慢慢觉得父母的一切都是我的，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，父母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，甚至父母的健康都不如他自己的小日子重要。到了这一步，家就不再是港湾，而是一个无底洞，你投入再多的情感，再多的金钱都填不满。很多人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掏心掏肺对子女，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我告诉你一句反常识的话，你细品子女不孝，往往是从父母太能干、太纵容开始的。你越是无怨无悔的付出，越是不求回报，子女就越容易失去感恩的能力。因为感恩需要缺口，你得让子女感觉到你的帮助是额外的恩惠，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。可很多父母偏偏把自己活成了超人，永远不累，永远不病，永远不需要子女回报。子女犯了错，你替他兜底；子女受了委屈，你替他出头；子女不想吃苦，你替他扛下所有风雨。久而久之，子女习惯了你的强大，习惯了你的付出，就忘了你也会老，也会累，也会痛，也需要关心和体谅。他们会把你的付出当成习惯，把你的辛苦当成空气，甚至觉得你做的还不够好。就像浇水，浇多了会烂根，爱给多了会生怨。无底线的付出从来换不来真心，只会换来漠视和索取。所以我常劝各位父母，别总说我没事，我能行。适度示弱，适当索取，不是软弱，反而是在叫子女学会感恩。你累了就直接说，今天我累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倒杯水？你生病了就告诉子女，我身体不舒服，需要你陪我去医院。帮了他们，就坦然接受一句感谢。别总说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？你要让子女明白，父母不是机器，父母的心也会寒，父母也需要被爱。第二种习惯，在外人面前让你难堪，在家里对你半分尊重都没有。老祖宗讲百善孝为先。什么是孝？很多人以为给父母钱，给父母买东西就是孝，其实错了。孝的核心从来不是物质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。哪怕生活习惯不同，哪怕观念有冲突，只要尊重还在，一切都可以商量。可如果连尊重都没了，你在这个家里就彻底成了外人，成了碍事的累赘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了。有位老太太，老伴走得早，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。儿子结婚后，老太太搬去跟儿子儿媳一起住，想着一家人互相照应，日子能过得安稳些。刚开始还好，儿媳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可时间一长就开始变。儿媳总爱在亲戚朋友面前数落老太太，说老太太不讲卫生碗洗不干净，说老太太老糊涂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，说老太太小气，过年给孙子的压岁钱太少。老太太心里难受，可想着家和万事兴，一直忍气吞声，从不跟人争辩。可有一次家庭聚会，来了满满一屋子亲戚，老太太刚坐下，儿媳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说道：“妈，
你能不能把你那件破棉袄换了，穿得跟叫花子似的，丢不丢人？满屋子的人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老太太身上，老太太脸涨得通红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而她的亲生儿子就坐在旁边，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，连个维护的眼神都没有。从那以后，老太太再也不愿意参加任何家庭聚会。她跟我说，我现在就想躲在自己屋里，谁也不见，眼不见，心不烦。各位朋友，这种当众的羞辱比打骂还伤人，打骂至少还说明他在乎你，而这种当众的嫌弃传递的只有一个信号，你让我丢脸，你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还有一种更隐蔽更折磨人的尊重，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表演式孝顺。我认识一对年轻夫妻，逢年过节必发朋友圈，给父母买了新衣服，带父母吃了大餐，陪父母逛了公园，配文感恩父母，愿父母安康，照片里笑得比谁都甜，在外人眼里妥妥的孝顺子女。可关上门回到家里，完全是另一副模样。老父亲想跟儿子聊聊家常，儿子戴着耳机刷手机，头都不抬，敷衍两声。老母亲想叮嘱女儿几句家务事，女儿直接不耐烦的摆手，妈你别啰嗦了，我知道了，烦不烦啊？老两口身体不舒服，想让他们陪着去医院。夫妻俩永远异口同声，我们忙没时间，你们自己打车去就行。老两口私下跟我叹气，外人都羡慕我们有孝顺子女，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日子过得有多憋屈。他们的孝顺是演给别人看的，不是给我们的。这种冷漠比当面羞辱更寒心，因为当面羞辱你还能认清现实，知道他不孝顺，而这种表面的孝顺会让你一次次抱着希望，又一次次失望，在虚假的温暖里挣扎，直到最后彻底心死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小故事。春秋时期的颍考叔是郑国官员，特别孝顺。有一次郑庄公请他吃饭，颍考叔把肉菜里的好肉都挑出来放在袖子里。郑庄公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这么做。颍考叔说，我的母亲还没吃过君王赏赐的肉，我想带回去给她尝一尝。郑庄公听了特别感动，因为他自己跟母亲闹了矛盾，很久没见了。后来颍考叔帮他们母子化解了矛盾，还留下一句名言，孝子不愧，永熙而泪。意思就是孝顺的人心里永远装着父母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想到父母。反过来呢，不孝顺的人心里永远只有自己。他请你吃饭是为了面子，他给你买礼物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，他陪你过节是为了完成任务。他们把孝顺当成一场表演，一场交易，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敬意。这种表演式孝顺比赤裸裸的不孝更可悲，因为你明明过得委屈，却还要假装幸福，骗自己也骗别人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当你发现子女对你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的时候，就别再骗自己了。忍一时不会风平浪静，只会换来变本加厉；让一步不会家庭和睦，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卑微。一个连父母都不尊重的人，他对别人的好都是假的、功利。你指望他将来给你养老，对你真心实意，那是痴人说梦。尊重是相互的，也是底线。一旦破了，亲情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第三种习惯，心里只装着自己的小家庭，把你排在所有事情的最后一位。现在的年轻人张口闭口就是边界感，说什么小两口过好自己的日子，老人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互不打扰。这话本身没错，我也赞同。两代人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各自安好，是最好的相处方式。可问题是，很多子女的边界感是双标的、自私的，需要你的时候跟你讲一家人不分你我，没有任何边界；你需要他的时候跟你讲各自独立，
全是边界。你仔细想想，你的子女给你打电话找你帮忙，是不是永远只有3件事？第一，孩子没人带了，你赶紧过来，越快越好。第二，家里要买房、换车、还贷款了，你出点钱，能多给就多给。第三，小两口吵架，工作不顺，经济紧张了，你过来安慰、帮忙兜底。他们找你帮忙的时候，从来不会考虑你累不累，身体好不好，有没有自己的事要做，只会觉得你是我爸妈，就该帮我。他们花你的钱的时候，从来不会心疼你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只会觉得你的钱早晚是我的，花了也没事。可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呢，你生病了，发烧咳嗽，浑身难受，躺在医院里，想让他们来看看你，陪你一会儿，哪怕只是说几句话，他们永远说工作忙，孩子小，走不开。你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你逢年过节一个人冷冷清清坐在家里，做好了饭菜，盼着他们回来吃顿饭聊聊天。他们永远说要去旅游，要去应酬，要陪孩子上补习班，没时间。下次吧，你年纪大了，眼睛花了，腿脚不利索了，想让他们帮你买点药，办点手续，收拾下屋子，他们永远推脱，太忙了，没空。你自己想办法，或者找别人帮忙。这就是典型的选择性边界。他们把自己的小家庭当成一个独立的王国，你是外人，不能插手他们的生活，不能干涉他们的决定，不能麻烦他们做事。可在利益面前，在需要付出的时候，他们又把你当成一家人，要求你无私奉献，出钱出力，不求回报。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极度的自私，他们只惦记你的财产，你的劳动力，你的利用价值，不惦记你的晚年，你的健康，你的孤独。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人带，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，不关心你能不能吃得饱，睡得好，过得开心。我有一位远房亲戚，70多岁了，老伴去世后，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日子过得清清白白，手里攒了点养老钱，还有一套老房子，本以为能安安稳稳过晚年。他儿子在城里买了大房子，一开始说要接他去住，他不肯，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我住自己的房子自在。后来儿子又软磨硬泡你，一个人住我们不放心，你把老房子卖了，钱给我们，我们在城里给你买个小公寓，离我们近，天天能看到你，方便照顾你。老人心软，辈子就疼儿子，想着儿子肯定不会骗自己，卖了房也能跟儿子离得近，晚年有依靠，就把老房子卖了，钱一分不少全给了儿子。可儿子拿到钱之后，根本没给老人买什么小公寓，反而用这笔钱加上自己的积蓄换了一辆几十万的豪车，说出门方便有面子。老人没办法，只能搬去儿子家住。住了不到半年，儿媳就开始甩脸色，处处刁难，嫌老人吃饭慢，嫌老人走路声音大，嫌老人看电视吵，嫌老人衣服洗不干净，甚至当着外人的面说老人老了没用，还事多。儿子呢，全程沉默，从不替老人说一句话。偶尔老人跟他抱怨几句，他还不耐烦地说，我媳妇说的也没错，你就不能注意点吗？别没事找事，影响我们过日子。有一次老人发高烧到39度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浑身酸痛，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，想让儿子儿媳送他去医院，可儿子儿媳都嫌麻烦，异口同声说今天要上班，还要送孩子上课，实在没时间。最后只叫了一辆网约车把老人扶上车，让老人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挂号看病输液。老人后来跟我打电话，声音哽咽，我现在真的后悔啊，那房子要是不卖，我哪怕爬也想爬回去住。可现在我连个退路都没有了，只能在儿子家忍气吞声，活得像个没人要的乞丐。
太寒心了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第三种习惯最残忍、最致命的地方。他们用一家人的温情名义，一点点蚕食你的老本、你的积蓄、你的房子、你的晚年依靠。等你把一切都交出去，一无所有，失去利用价值，再也帮不上他们的时候，再把你当成没用的包袱累赘，一脚踢开，不闻不问。你可能觉得我说的太极端太夸张，可你去看看那些家庭纠纷、老人维权、赡养官司的新闻，十有八九都是因为钱和房子，都是因为子女的这种自私而双标。人心一旦被自私占据，亲情就会变得一文不值。子女一旦眼里只有自己的小家庭，父母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外人。如果你的子女眼睛里只有他自己的那点得失，心里只装着他自己的小日子，那你就要早点清醒，早做打算了。因为在他眼里，你从来都不是需要孝顺的家人，只是一个免费的工具，一个随时可以舍弃的累赘。说了这么多让人心寒的习惯，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完心里肯定不好受，甚至翻江倒海，觉得自己的晚年没指望了，白养了孩子。别急，我今天不是来让大家难过失望的，我是来提醒大家，点醒大家，帮大家找退路，寻安心的。我常说一句发自肺腑的话，晚年的尊严从来不是子女给的，是你自己年轻时、中年时一点点攒下来守住。晚年的退路也从来不是靠子女、靠亲情，是靠你自己提前准备好，牢牢抓在手里。下面这4条退路是晚年真正的保命符。定心丸比养10个看似孝顺实则自私的子女都管用，大家一定要刻在骨子里，记在心里，越早准备越好，别等老了走投无路才后悔莫及。第一条退路，守住你的钱老本，养老钱一定要牢牢握在自己手里，分文不清。我常说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买不来真心，换不来亲情，但在晚年，钱就是你的胆、你的底气、你的尊严、你的靠山。很多老人一辈子心太软，太重感情，省吃俭用、节衣缩食攒下的积蓄、退休金、养老钱，子女一开口哭穷，一撒娇就毫不犹豫、毫无保留全交出去，总天真的觉得都是一家人。我的钱早晚都是子女的，早给晚给都一样，我留着也没用。可现实往往给你最沉重的一击，钱一出手，你在子女心里的地位分量立马就变了，天翻地覆。从前你是家里的主人，是受人尊敬的长辈，是子女依赖的靠山。钱交出去之后，你瞬间就变成了寄人篱下的客人，可有可无的累赘，要看脸色的闲人。你想买件合身的好衣服，要小心翼翼看子女的脸色，生怕他们说你乱花钱，懂过日子。你想出去旅游散散心，看看风景，要听子女的唠叨抱怨，说你年纪大了还折腾浪费钱。你想吃顿顺口的好饭，买点喜欢的东西，都要精打细算，敢大方，生怕子女不高兴。你一旦失去了对自己财富的支配权，就等于亲手交出了晚年所有的尊严、底气和自由。没有钱，你在子女面前永远抬不起头；没有钱，你生病不敢去好医院，敢请好医生；没有钱，你受了委屈只能忍气吞声，无处可去。所以我掏心窝子劝各位朋友，到万不得已，到生死关头，不到自己完全动不了的那天，绝对不要把自己的存款、退休金、养老钱、压箱底的积蓄全部交给子女。你可以适当补贴子女，帮衬他们一把。他们买房缺钱，创业困难，遇到急事
你力所能及帮一点，那是你的心意，你的情分，你的疼爱，没人会说你错。但你的老本，你的底线，你的救命钱，一定要牢牢握在自己手里，一分都不能少，一分都不能动。守住了钱，你才有说不的勇气。帮子女带娃累得腰酸背痛，身心俱疲时，你有底气请个保姆帮忙，不用看子女脸色硬扛，子女对你冷言冷语，态度恶劣，不尊重你时，你有底气自己出去租个房子住，眼不见心不烦，不用忍气吞声。生病住院需要花钱时，你有底气去最好的医院，请最好的医生，用最好的药，不用低声下气求子女给钱，不用等着子女施舍一点时间和关心。钱就是晚年最硬的底气，最体面的保障，最踏实的依靠。第二条退路，守住你的房子，老窝老家千万不能丢，绝不轻易变卖过户。老祖宗常说安身立命。什么是安身？房子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是根，是退路，是心灵的港湾。不管子女怎么花言巧语劝你，怎么软磨硬泡哄你，怎么用孝顺养老绑架你，说什么把老房子卖了跟我们住一起，我们天天照顾你，你把房产过户到孙子名下，以后不用交遗产税，省事省钱。我劝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守住本心，千万不要轻易卖掉自己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，更不要轻易把房产过户给子女孙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你的大本营，你的根，你的退路，你的地盘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这话一点都不假，是无数老人用晚年的委屈和后悔换来的真理。哪怕你的房子再小、再旧、再偏僻、再简陋，那也是你的家、你的地盘、你的自由天地。在这个地盘上，你可以随心所欲，可以随便穿着汗衫走来走去，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可以半夜起来看电视吃零食，不用迁就别人的作息，可以按自己的习惯摆放东西过日子，不用迎合别人的喜好，可以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不用压抑自己的情绪。这种自由、舒心、踏实、安心，是多少钱都买不来、换不到。可一旦你把老房子卖了、过户了，你就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地盘、自己的根、自己的退路，只能寄人篱下，住在子女家里，看人脸色过日子。到了子女家，你不仅要强行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、作息时间、消费观念，还要时刻小心翼翼、谨小慎微，生怕哪句话说错了，惹子女不高兴，生怕哪件事没做好让儿媳女婿嫌弃，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好被他们嫌没用，是累赘。如果跟子女合不来，受了委屈，你连个躲的地方、哭的地方、疗伤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憋在心里，委屈难受，无处可说，彻夜难眠。物理上的距离从来都决定了心理上的舒适度。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你就有了一个可以喘息、可以疗伤、可以安度晚年的净土和港湾。哪怕一个人住孤单一点，也比在子女家忍气吞声、看人脸色、受委屈强100倍、1000倍。所以房子绝对不能丢，不能卖，不能过户，这是你晚年最后的港湾，最后的尊严，最后的退路。第3条退路，守住你的身体健康，这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，最硬的本钱。我今年一把年纪，见过太多老伙计、老朋友，一辈子为了子女操劳奔波，省吃俭用，任劳任怨，把自己当成免费的劳动力、保姆、提款机、
全天候帮子女带娃，包揽所有家务，操心子女大小事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一辈子都在透支自己的身体，消耗自己的精力，委屈自己的身心，结果呢，年纪不大就累出一身病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、腰腿疼、颈椎病、关节炎，各种慢性病、老年病找上门，天天被病痛折磨，吃药打针成了家常便饭，最后彻底倒下了，动弹不得，反而真的成了子女的负担，累赘，自己也活得痛苦不堪，生不如死。各位朋友，人到晚年，什么最重要？不是钱，不是房子，不是子女多孝顺，是健康，身体硬朗，无病无灾，能吃能喝，能走动，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不用人伺候，不用受病痛折磨，这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，最大的幸福，最珍贵的财富。所以我真心劝大家，到了年纪，一定要学会适可而止，量力而行，心疼自己，善待自己，帮子女带娃做家务，操心家事，能干多少就干多少，别逞强，别硬扛，别透支自己，别拿自己的健康换子女的轻松。年纪大了，身体机能自然下降，精力自然不如从前，体力自然跟不上，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，一定要坦然接受，别再用透支生命的方式去换取子女的一句爸妈辛苦了，去换取他们一时的轻松，多花点时间、精力、心思在自己身上。早上起来去公园打打太极，散散步，练练广场舞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呼吸新鲜空气。晚上吃完饭出门遛个弯，跟老伙计聊聊天，放松心情，别总闷在家里胡思乱想。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按时体检，少熬夜，少生气，少操心，少管闲事，饮食清淡，心态平和，养好自己的身体。子女脸色不好看，对你态度差，你就少看两眼，别往心里去。子女家里的事，夫妻矛盾，育儿方式，你就少操两份心，别掺和，别管闲事，别为了省钱舍不得看病，舍不得买药，舍不得吃好的。你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，把这些时间、精力、心思省下来，投资自己的健康，这才是晚年最明智、最划算、最值得的投资。你一定要记住一句实在话，你身体健康能自理，子女就省心，对你客气。你身体垮了，动弹不得，需要人端屎端尿伺候，指望一个心里没有你、自私自利的子女来孝顺你、照顾你，那是痴人说梦，异想天开，最后只会让你更绝望、更寒心、更痛苦。只有自己身体健康，无病无灾，才能安安稳稳、体体面面、舒舒服服过完晚年生活。第4条退路，守住你的边界，插手，不唠叨、指责，装聋作哑，享清福。中国有句流传千年的老话叫不吃不聋，不做家翁，意思就是当长辈、当父母的，有时候要学会装聋作哑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难得糊涂，别太精明，别太较真，别太强势。这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大智慧，更是一种自我保护、远离矛盾、安度晚年的诀窍。现在很多家庭矛盾，子女反感父母，亲子关系破裂，根源大多都在于父母管得太多、太细、太宽、太严，边界感太差，总想干涉子女的生活，左右子女的决定，控制子女的人生。看不惯子女睡懒觉熬夜，看不惯他们点外卖吃垃圾食品，
看不惯他们乱花钱买奢侈品，看不惯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，生活习惯总觉得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总想把自己的想法、观念、生活方式强加给子女，总想插手子女的小家庭生活，指手画脚，唠叨不停，指责不断。可各位朋友，时代早就变了，社会环境、生活方式、思想观念、价值追求，跟咱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啊，天差地别。你觉得是为他们好，是传授人生经验，是避免他们走弯路，可在子女眼里，你这是入侵他们的生活，是不信任他们，是控制欲太强，是没事找事，自寻烦恼，不是你的经验不对，不是你的用心不好，是时代不同了。两代人之间注定有代沟，有隔阂，有差异，强行融合，强行干涉，只会引发无尽的矛盾、争吵、反感，让亲子关系越来越差，互相看不顺眼。所以我真心劝大家，到了晚年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边界，管好自己的事，少管子女的闲事，做到3不原则：不插手子女的家事，不唠叨子女的生活，不指责子女的选择。子女小两口吵架闹矛盾拌嘴，你别去当裁判，别去掺和，别去评理，别去站队，回自己房间关上门，或者出去遛个弯散散心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他们夫妻的事，床头吵床尾和，外人越帮越乱。子女怎么教育孩子，怎么过日子，怎么花钱，怎么社交，怎么工作，那是他们的责任，他们的自由，他们的人生。你最多提一句中肯的建议，听不听由他们，别强求，别唠叨，别指责，别生气。子女家里怎么布置，买什么家具，交什么朋友，做什么决定，你别管，别问，别评价，别干涉，给他们足够的空间。自由和尊重，你一定要分清楚，帮忙和接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帮忙是子女需要的时候，开口求助的时候，你力所能及，搭把手帮个忙，主动权在子女手里，你不越界主导。接手是你主动把所有事都揽过来，大包大揽说了算，主导一切，主动权在你手里，你越界干涉子女的生活。很多父母就是把帮忙变成了接手，越界太多，管得太宽，才引发了无尽的家庭矛盾、亲子隔阂。你要做的是帮忙，不是接手，是保持距离，不是亲密无间，是尊重彼此，不是控制一切。守住了这个边界，你就守住了晚年的安宁、舒心、自在，少了很多烦恼、争吵、委屈，才能安安稳稳享清福。各位朋友，最后我想说几句掏心窝子最实在的话。孝顺从来不是求来的，不是换来的，不是靠你委屈自己低声下气小心翼翼讨好换来的。孝顺是子女发自内心心甘情愿自然而然给予的，是良心，是本性，是家风，是教养。如果一段亲情关系、亲子关系需要你天天委曲求全，小心翼翼看人脸色，低声下气委屈自己才能维持，那这段关系本身就是病态、不健康的，不值得你留恋的，更不值得你付出一生的心血、情感、尊严去讨好、去维系。遇到那些懂感恩、不懂尊重、自私自利、眼里只有自己的子女，别再执迷不悟，别再心存幻想，别再自我欺骗了。及时清醒，及时止损，及时放手，给自己留足退路，留好底气，守住尊严。这既不是无情，不是冷漠，不是狠心，这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，是对自己晚年的保护，是清醒通透的选择。晚年的路
终究要自己走，晚年的幸福终究要自己成全，晚年的尊严终究要自己守住，牢牢守住老本，守住老窝，守住健康，守住边界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后半程走得从容，走得安稳，走得体面，走得舒心，走得自在，不寒心，不委屈，孤独，不后悔，安安稳稳，开开心心过好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。最后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，关于晚年养老和子女相处，你觉得最难越过的一道坎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咱们一起探讨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点个赞，转发给身边还在困惑的朋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